哇，好遼阔的地方，这儿有一种沙丘的 vibe， 要麼就是在火星上。重力削平山脊，地火震怒，刻下了这道16公里的巨型窗口。褐色熔岩幻化远古蒼茫荒漠，黑色流岩凝固成满地锋利鳞甲。我们都走錯路了。冷霧浮山，斷壁縱橫，這裡是嶙峋二字最不容置疑的定義。烈日不再是萬物的光源，而是物理層面的漫長剝蝕。黃沙鋪成四海，碎石散落如星。這裡沒有土壤的溫潤，只有被時光反覆蹂躪後的地質碎片。熱浪剝奪水分，烈日造就黑影。路上碰到石头了。位于大西洋2000多米的高處，晨曦如刃，在冷冽的火山口刻下光影。我們正穿行在這片冷卻破碎的熔岩荒野中。早上好呀，現在早上7點多。我們已經到了這個火山區，這裡看日出，好漂亮。這裡是加那利群島的心臟。海拔2000米的火山荒原，加那利群島位於北大西洋中部，緊靠非洲大陸，而大西洋中的最高點，西班牙最高峰 Teide 矗立於此。好，現在我們要從這兒開始徒步，在這個像火星的地貌裡邊走。這裡就像沙漠裡一樣，沒有什麼植物，所以晚上和白天溫差特別大。所以你們看，現在早上8點，我穿得很厚，實際上白天這裡溫度很高，大概20度左右，但是現在估計應該10度不到，因為覺得很冷很冷。但是中午這裡又會熱起來。這裡沒有高聳植被的遮蔽，滿地兜孔的火山碎石如同天然的散熱片，在漫長的黑夜中散發着地殼最後的餘溫。經過一整晚的徹底室溫，清晨的荒原已凝固成一個露天的冰窖。而再過幾個小時，這片冷酷的廢土便會化作一處乾燥且暴曬的生命禁區。這裡有個提醒，你在進入高山區，然後有一系列的特殊標誌。四周皆是刃狀鋒利的火山岩。那些形態猙獰卻風化劇烈的怪石，內部早已酥脆，極易崩解。這裡就明顯能看到當時的這個熔岩流動的痕跡，這是凝固的火山熔岩。
在這片宛如火星的荒原上，岩石呈現出2種截然不同的底色。玄武岩以深黑與灰暗固守着地心深處的原始底色，而赭紅與淺黃則是與空氣發生劇烈氧化後的產物。当我向高處走去，遠古火山口的殘垣斷壁開始在眼前堆疊。這些曾屬於4000米巔峰的碎壁，是20萬年前那場毀滅性崩塌留下的殘骸。這是一片被徹底剝離了生機的異星土地，沒有溫潤的土壤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火山殘渣嶙峋的怪石，而風花岩中的岩壁呈現出一種病態的黃褐色。這兒有一種沙丘的 vibe， 要麼就是在火星上。這一切的誕生要回到300萬年前。那時，地心地火爆發，在島嶼的中心催生出一座高於4000米的遠古巨獸。但在大約20萬年前，這座巨型火山因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，在劇烈的震顫中向內崩塌。失穩的山體崩裂墜入大西洋，在大地上生生撕開了一個直徑16公里的巨型窗口。而如今耸立在廢墟之上的泰德峰，是後來重啟的新生。本來去这個加那利群島之前，本來這次旅行打算去中國的藏區，就是也不叫藏區吧，就是拍生命樹的地方，因為也被這個劇深深的影響了。但是很可惜，這一次中國簽證辦得有點久，就沒有在我假期之前來得及辦好，所以來到這兒了。所以說，沒想到在加那利群島也能碰到這種很像的風景。哇，絕了！這是一座巨型盆地，四周幾百米高的斷崖，像一堵天然的高牆，將這裡合圍。在這片廢墟之上，主宰一切的是長達萬年的風蝕與日照，留下了這片猶如火星地表般的荒原。虽然這個島上上一次火山噴發大概100多年前，但是現在這些火山依然在地下比較活躍，當然他們在沉睡，但是也是因為在隔壁的島拉帕馬才5年前有過一次火山噴發，所以科學家也在看着這些火山的運動。靠近這片石林，大地的語言也變得支離破碎。在這裡的每一步都讓你困惑的好奇，仿佛在翻閱一本被揉碎了的地質年鑑。
這裡有的山看着真的看不太明白它到底是怎麼形成的，就像從地直接长上来的。现在到中午了，现在12点，然後天氣變暖和了，然後加上一直往上爬，就更熱，所以換了一身保暖的衣服，戴上了帽子。但是這個徒步路線也很快就要結束了。今天我們就是圍繞着這座山繞了個大圈，然後往上再爬一點點就結束了。去找個位置。這些我們花了35塊錢歐元，但是也沒辦法，這裡就是周圍唯一的一個小店和咖啡廳。過了幾個小時，還是發現了自己曬傷了一點點。雖然早上還塗了防曬霜，但是忘了補。這種紫外線強的地方，還是最好每3-4個小時重新補一次。但手沒有補防曬，就有點曬傷了。不要跟我一樣，記得帶防曬霜。決定走到這個山峰上，然後從那兒看日落。當然，最快的路線應該是直接從這兒上去，但是我們還是走它定的路線吧，不會那麼陡。這個路線我們就沒辦法保證它的安全性，安全第一，走吧。我們正要前往的山峰是活火山目前殘留的最高峰，海拔大約2900米，需要爬升800米，與泰德相對而望，也是觀看這個遠古火山盆地的最佳位置。看到了這邊很特別的這個花，現在太乾掉了，它們新的夏天才會開，現在還是春天，不是它們的季節，但是它很特別，只有在這些島上能發現。攀升至此，俯瞰整座巨型盆地，那些年代較近的黑色熔岩流變得極其清晰，它們在地表蜿蜒，依然保持着液態流淌時的爆裂的猙獰紋理。馬上就到了，還剩一點點。走，走。沒想到這條路上還會遇到冰和雪啊，到現在還沒化。然後在沙漠找到這種冰和雪，太神奇了。從這兒也不覺得它這麼高，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快達到3000米的高度了，所以它一定不顯得那麼高了。補充一點體力，這是花生。發現他們這兒特別愛做這種混合，乾玉米和一些花生。大概走了4/5，但是現在已經要開始，太陽已經開始下山了，所以我們也不敢再往上爬了，因為我們下去估計還要2-3個小時，我們也不想走。天黑的時候下山還是挺危險的。經過上一次爬 Pico 的經歷，我們還是決定在這兒休息一會兒，然後直接下山，然後可能在下山的過程中能看到日落。由於錯誤估計了上山所需要的時間，所以我們在靠近山頂的位置決定返回。在回程途中，感受在大西洋深處的這場宏大的謝幕。
都走錯路了，走的并不是我们上来的道，那只能这样慢慢往下走了。就那么一下，不知道在哪里拐的錯了，然後走錯路了。這個路其實不應該走，非常不好走，很危險。但是只能慢慢往前走了，因為回去現在也不知道到底怎麼走，只要回到這條路上就好了。現在。終於回到正確的路上了，啊！天哪，好緊張！剛才走錯，真的就那麼一下就走錯了，然後你意識到你走錯了，可能就已經過了很久，你也不知道怎麼回去了。幸虧我們偏的不是特別遠，啊！這好漂亮，不過。太陽把山照得好漂亮，哇，好美！早上好呀！今天我們要從 Tenerife 走，然後到 Lanzarote，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手的 update， 還是很明顯曬傷，但是今天稍微好一點點。我也沒想到這麼冷，好冷，這個風吹的，哇天！這是偶然開車碰到的，哇塞！這片火山荒漠中的黃色沙灘，與海邊的那種由水流沖刷抹圓的沙灘完全不同。這裡的每一粒沙，本質上都是岩漿噴發瞬間內部氣體爆裂而成的浮石碎屑。而散落的碎石是噴發時候從天而降的大塊岩漿。太神奇了！目光所及的褐色熔岩散落如星，腳下是輕如泡沫的黃色浮石，視線的盡頭是遠古火山崩塌後的幾何殘跡。那道死死合圍的斷崖屏障，不僅切割了天空與廢土，更將大西洋的萬丈濤聲永久地拒之門外。